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又被冤了，被骂耍大牌的38摄氏度带病片场视频曝光，全网瞬间沉默。一段被恶意剪辑的短视频让赵丽颖再次陷入争议漩涡。画面中，她拒绝工作人员递水，对粉丝招呼冷脸相待，瞬间点燃了耍大牌的指责风暴。然而，完整视频显示，当时她正发着38摄氏度高烧背诵台词，摆手势示意稍等。错过粉丝互动是因与导演讨论剧情后之后决转身比心回应。这种断章取义的操作，恰好折射出流量时代对演员的残酷审视。类似的剧情在赵丽颖的职业生涯中反复上演。从被质疑农村出身还摆架子到被批评缺席红毯不合群，这位被称为拼命三娘的女演员始终处于舆论的漩涡中心。2025年新剧开机现场，赵丽颖穿着戏服站在角落反复琢磨台词，干裂的嘴唇起皮却顾不上喝水。现场工作人员透露，她当时体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，浑身酸痛却坚持完成所有流程。当恶意剪辑片段在网络疯传时，她选择用完整现场视频回应，而非直接争辩。这不是赵丽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误解。2017年机场照片显示她被2名助理搀扶，引发摆架子质疑。然而镜头拉近后，人们发现她是因过度劳累而睡着。那些年她拍宫锁沉香，坚持不用替身骑马导致坠马，拍楚乔传在40摄氏度沙地上翻滚，这些积累的伤病让她时常处于疲惫状态。在第20条拍摄期间，为演绎聋哑人角色，她提前2个月学习手语并与聋哑人同吃同住。片场她拒绝闲聊，全身心沉浸在角色状态中。张艺谋在发布会上评价，演员的脸不该只出现在红毯上，更该长在角色身上。这句话仿佛为赵丽颖量身定制。2025年酱园弄宣传期，剧组4次重要活动均不见赵丽颖身影。从戛纳到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连微博电影之夜的红毯上，章子怡、杨幂等主演齐齐亮相，唯独她持续缺席。网友给她贴上不合群耍大牌的标签，却忽略了她缺席的真正原因。当时她正沉浸在酱园弄角色西林的准备中。这个经历从精致利己主义者到人道主义者转变的角色，需要她投入大量精力。开拍前3个月，她就潜入图书馆寻找感觉，躲在房车里反复练习上海话台词。对于不擅长应酬的赵丽颖来说，把时间花在打磨角色上比走红毯更有价值。她的敬业记录可追溯至更早。24岁拍摄宫锁珠帘时，她坚持亲自骑马导致坠马，后背留下永久性鼓包。拍摄楚乔传期间，她从马背摔下造成肋骨骨裂，却咬着止痛药完成所有武打戏份。每天开拍前吞服止痛药，中午补充剂量，成为她那段时间的常态。2019年，赵丽颖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汉堡对比图，暗指有匪剧本遭魔改。这是她罕见公开表达对剧组不满，瞬间引发轩然大波。当时有爆料称，剧组在她不知情况下用替身与女3号拍戏，计划让她后期抠图补拍，这可能导致她背负抠图女王称号。晋江文学成语原作者随后声明证实有匪确实存在魔改。赵丽颖的愤怒源于对原著的尊重和对作品质量的坚持，尽管她知道公开对抗可能面临巨额违约金甚至被封杀的风险。在私人生活领域，赵丽颖同样展现出坚定的边界感。2025年，她带着儿子观看儿童剧时被偷拍，这已是2个月内第2次发生类似事件。此前，她曾发长文恳求，以孩子母亲的身份，恳请媒体不要将镜头对准未成年人。这位曾强硬回应造谣媒体的赵小刀，唯有在保护孩子时才会放下锋芒。赵丽颖的成长轨迹充满艰辛。出生于河北廊坊农村，中专学历的她曾在娱乐圈边缘挣扎7年。
圆脸曾被业内判定演不了主角，甚至有导演建议整容。他拒绝妥协，我的脸就是我的特色。凭借《花千骨》《知否》等作品，她成为首位单剧播放量破200亿的女演员，让所有质疑者闭嘴。2025年，人民文娱公开赞赏她在《酱园弄》中的表现，认为她为银幕注入知识女性风骨。这一官方认证彻底扭转了先前的质疑声浪。观众重新审视她饰演的西林在法庭上朗诵式的表演，才发现那其实是支持女性对抗封建司法的精神武器。她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专业领域，更体现在对初心的坚守。成名后，她匿名捐款建图书馆，资助农村女童读书，却从不宣传这些善举。被问及原因时，她简单回应：公益部是拿来说的。双引号。赵丽颖的直率性格既为她赢得赵小刀的昵称，也时常引发争议。她在社交媒体上用蒜泥妹回应恋情传闻，在机场对粉丝说别叽歪了。这种不迎合、不妥协的态度，与传统偶像的圆滑形象格格不入。2025年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，她的贴头皮发型和复古着装遭网友嘲讽。当晚她亲自回应：今天很 nice。当有人质疑 IP 地址非本人发布时，她立刻反驳：是我自己发的。这种直接与传统女明星精心维护的形象管理形成鲜明对比。面对网络暴力最严重时期，有人恶意伪造她的不雅照片，散布美空网出身谣言，前经纪人还落井下石发布指控。赵丽颖选择沉默，将精力全部投入表演。从花千骨到风吹半夏，她用作品一步步扭转公众看法。当38岁的赵丽颖带着一身伤病和争议继续在片场翻滚时，她或许早已明白，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，真相往往需要时间来证明。而那些断章取义的剪辑，那些闪光灯下的缺席，那些被误解的沉默，终将随着时间沉淀出本来的模样。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、非科班出身的女演员，是否只有符合所有人期待的完美形象才配得上成功？当流量成为衡量标准，当营销胜过实力，那些选择远离聚光灯，专注于作品的演员，他们的价值该如何被公正看待？近段时间，网络上又一次围绕赵丽颖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波。有人断章取义地剪辑所谓片场耍大牌的片段，甚至用夸张的标题制造焦虑和冲突，将她推上风口浪尖。然而，当随后曝光的完整片场视频流出时，所有曾经质疑、跟风指责的人都在一瞬间安静了。因为真相往往没有那么喧嚣，但却足够有力。视频里没有所谓的摆架子，也没有任何难搞情绪，反而是一位顶着38°C的发烧，浑身无力却仍然坚持工作的演员赵丽颖。她在高温和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反复走位、试戏，为了一个镜头微调表情和动作，甚至在导演喊卡后依旧主动和工作人员沟通，确认细节。这些画面一经曝光，和先前被恶意剪辑的版本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也让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瞬间沉默。事实上，熟悉赵丽颖的人都知道，她从来不是那种享受光环、靠特权说话的明星。她一路走来，从龙套、群演做起，最艰难的时候每天只能睡3-4个小时，但始终坚持角色比自己重要。多年来，她身上那股朴实、低调、不服输的劲儿，没有因为名气变大而消失。正因如此，每当类似的黑热搜出现时，真正了解她的人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澄清，用事实反击无端的攻击。这次也不例外。看到赵丽颖38°C发烧仍然坚持拍戏的画面，很多网友都红了眼眶。有人说，这样的敬业精神还要被说耍大牌，真不公平。也有人感慨，原来我们看到的负面热搜，有时候只是别人精心设下的误会。更多人意识到，公众人物并不是刀枪不入，他们也会受伤，也会委屈，也会在谣言面前无力辩解。
值得讨论的是，为什么明星被造谣的事件层出不穷？为什么剪辑式带节奏越来越多？在流量时代，情绪传播比真相更快，标题党比事实更醒目，带节奏者往往只需要一个片段、一个角度，就能制造巨大误会。而当真相出现时，却已经没有最初的热度，也无法完全消除造成的负面影响。这不仅仅是赵丽颖一个人面对的问题，而是所有公众人物都可能遭遇的现实。对他们来说，最难的不是辛苦工作，而是被误解却无处解释。对于演员而言，作品是生命，职业是信仰，努力是底线，但网络暴力和恶意剪辑却常常轻而易举地消耗他们的心力。然而幸运的是，每次真相曝光，我们依旧会看到赵丽颖身上的那份坚定。她不争、不抢、不抱怨，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，职业精神才是一个演员最值得被看到的东西。哪怕被误会、被攻击，她依然选择继续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观众。这样的人值得尊重，也值得被理解。结论部分，回到这次事件，我们看到的不是耍大牌的明星，而是一位敬业到让人心疼的演员。也看到原本嘈杂的舆论，最终仍然输给了确凿的事实。赵丽颖再次用自己的态度证明，流言可以短暂得势，但真相永远不会缺席。这些年来，她成长、蜕变、突破、坚持，每一步都走得扎实。无论外界如何喧嚣，她始终只专注于自己的角色、工作和作品。一个演员最有力量的反击，不是争辩，而是用实力和态度让所有误会最终无处立足。这一次也再次印证，赵丽颖从来无需靠澄清证明清白，她的职业精神已经替她说了所有话。给观众的暖心寄语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耐心等待真相的能力。在看到片段、标题、节奏之前，不妨多给一点时间，多留一点判断。因为你的一次轻率指责，可能就是别人肩上的一块沉重石头；而你的一次善意理解，可能会成为某位默默努力的人继续坚持的动力。也希望大家继续用善意和温度陪伴那些真正努力的艺人。赵丽颖一路走来的每一次突破，每一个角色，每一次认真，都值得被看见。愿我们在追星的路上，不盲目，不跟风，不被节奏牵着走，而是学会用独立的眼睛看世界，用温暖的心看待每一个努力的人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愿我们继续陪着赵丽颖，也继续相信，真实永远比流量有力量，善意永远比质疑更珍贵。内娱最强打工王醒了，养活乐华15年的王一博疑似要当资本方。坊间传言，这位顶流可能不会续约，相关话题也迅速冲上热搜，但双方至今都没有给出明确回应。乐华董事长杜化在11月6日微博回应荒谬，疑似对传闻做出否认。不过一些细节很耐人寻味，王一博的社交账号连乐华官方号都没关注，而乐华今年关于他的动态也只有3条，还都是新春祝福性质的内容。从合同来看，王一博的合约到期时间是2026年10月，而他过去几年贡献了公司超60%营收。不续约的传闻让资本市场异常紧张。消息传出后，乐华股价单日暴跌 9.48%， 而下半年的累计跌幅已超过 40%。其实，王一博早在2018年就成立了个人独资工作室，还注册了大量商标。这些动作很明显，他早已为自己的职业和商业布局做好准备。但是，在资本主导的娱乐圈里，独立真的就等于自由吗？艺人扛下 60% 营收，却连股东都不是，这波打工太亏了。要说杜化和王一博的关系，那可真不是老板和员工这么简单。两人结缘要追溯到15年前，当时王一博还是个10几岁的小孩，把未来交到杜化手里。杜化后来提起这段往事，还说
自己当晚都因为突然被托付了一个孩子的人生而睡不着觉。在娱乐圈这种高流动性的行业里，能一起携手10几年，其实也挺不容易。随着王一博一步步长大，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。早些年，他跟公司一群艺人一起挤着过集体生日，后来资源上来了，地位也起来了。2020年开始，度化直接给他单独庆生。但感情再深，也扛不住商业利益的诱惑。乐华股票在资本市场上被戏称为王一博概念股，招股说明书里18次提到他名字。乐华娱乐在对外宣传时，总爱强调自己艺人阵容强大，韩庚、朱正廷、黄明昊、吴宣仪听起来确实很唬人，再加上港交所艺人经纪第一股的头衔，看上去是一家底子很厚的大厂。但仔细拆开财报，真相更像是王一博个人有限公司。这种依赖，在王一博与乐华娱乐的合约即将到期的背景下，尤为令人担忧。2024年乐华总营收为 7.65 亿元，而王一博一人就贡献了 4.59 亿元，占比超过 60%。往前倒推，2022年前3季度，他的收入占比达到 59%， 而2019年还只有 16.8%。短短几年，他从重要艺人直接成长为公司支柱。买乐华股票，本质上就是压住王一博会不会续约。更讽刺的是，王一博干着老板级的活，却拿着打工人的待遇。乐华的重要股东名单中，哪怕排名最末的孙乐也持有 0.37% 的股份，而王一博呢？从头到尾都不是公司重要股东，没有分红权，也不在管理层，说白了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。更让人觉得亏的是，他的分成比例据说只有 50%， 与其创造的价值严重失衡。一个人完成公司 60% 的营收，帮公司赚得盆满钵满，成功上市，年底分红却没有，股权没有，连演艺资源都无法完全掌控，这谁能甘心？粉丝早已为他鸣不平，列出了一堆乐华服务缺位的例子，跨年舞台被强制塞入其他艺人搭戏，2025年演唱会还出现威亚扣未扣牢的安全隐患。这种一边依赖他赚钱，一边不给待遇的模式，在任何行业都算高风险操作。别的公司都会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乐华却把所有鸡蛋都压在王一博一个人身上。2025年3月，乐华辟谣提前解约，却对到期不续避而不答，官方声明甚至罕见的没提王一博的名字。当时就有网友猜测是不是要闹掰，果不其然，随后股价就给了回答，10月单月跌幅 12.69%， 资本市场已经用脚投票。没了王一博，乐华几乎啥都不是。乐华当然想补救，2025年中报里反复强调王一博收入占比逐步下降，还趁公司在拓展潮玩、虚拟艺人等新业务，IP 运营收入同比增长 128%，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不过是亡羊补牢。IP 运营暴涨大概率是沾了王一博的光，新业务刚起步，短期内无法顶住公司的弧心营收。培养一个能撑起 60% 营收的顶流，不是靠几个虚拟艺人和潮玩就能完成的。这种核心艺人依赖症早已是乐华的致命伤，只是以前有王一博撑着，现在撑不住了而已。2. 从被管理到自己当老板，王一博的职业升级路太清醒。如果说乐华的依赖症是客观事实，那么王一博的跑路准备就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而且准备的相当早。他这2年的各种动作，并不是外界理解的那种翻脸走人，更像是一个艺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自然的从被公司管着转向自己掌舵事业。他的布局早在2018年就开始，比爆红还早一步，思路非常清晰。首先是公司布局，天眼查显示，王一博名下有4家公司，其中3家仍处于存续状态，存续状态中的2家公司，王正兴为大股东，为王一博父亲。最关键的是2018年成立的上海一博文化传媒工作室，
作为个人独资企业，这不是摆样子的空壳子。个人独资意味着他全权掌控经营决策和收益，还能享受特定税收政策优化财务结构。工作室经营范围涵盖影视策划、广告设计到艺人经纪，形成完整业务闭环，相当于提前搭建了脱离乐华后的核心运营团队。有消息称，他的纪录片探索心境压根没给乐华署名，新商务代言 Helly Hansen 的全球合约也绕过了公司，这说明工作室已经具备独立对接资源的能力，合约到期后可以无缝衔接。商标布局同样关键。王一博持股的天津的平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从2020年起就开始注册商标。王一博的 WANGYIBO 等关键词全方位覆盖，涉及日化用品、乐器、珠宝钟表、运输工具、机械设备等多个领域，部分已经成功注册。这种品牌护城河一旦建立，它的商业价值就不再依赖单一演艺事业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。在娱乐圈里，关于艺人与公司的关系，永远是一场表面平静却暗流涌动的博弈。一边是资本，一边是梦想；一边是资源分配，一边是成长方向。当王一博疑似不再续约乐化或要自己做资本方的传闻在网络炸开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惊讶，但更多人是感慨。这个被称为内娱最强打工王的年轻人，似乎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觉醒时刻。回看过去15年，从练习生到顶流，从无名少年到国民关注的多栖艺人，王一博几乎是用一个人的努力，撑起了公司大半个商业版图。不管外界怎么评价，乐华靠王一博吃饭这句话之所以屡屡被提起，是因为它并非空穴来风。综艺、影视、商业、live show、代言、纪录片，只要是王一博参与的项目，就能拉动不小的市场流量与经济收益。一个艺人能达到这份能量，本身就是一种传奇，但传奇也会被透支。15年的付出，是努力的沉淀，也是现实的提醒。一个艺人终究不能永远只是为别人打工，尤其是当他的能力、价值、声量强到足以建立自己的体系时，他自然会思考一个问题：下一步我该如何走？因此，当网络出现王一博要做资本方的传闻时，很多粉丝并不意外。毕竟，他不再是当年只能等待机会的少年，而是拥有选择未来的实力派。从商业角度来看，艺人选择参与资本，不是为了对抗，而是为了更好的职业自主权。王一博一向以清醒、稳重著称，他的工作路径和作品质量明显都走向更高维度，从严选电影剧本，到投入纪录片极限拍摄，从转向专业赛车赛事，到陆续建立更成熟的工作体系。他的步伐越来越稳，方向越来越明确，心态越来越成熟。这样的他，怎么可能永远甘于只做打工王？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觉醒不是叛逆，而是成长。观众喜欢看他在舞台上闪光，也喜欢看他在赛道上飞驰，更喜欢看他用真实、坚定的态度走出每一步。资本化对他来说不是变位，而是让他能拥有更多话语权，能让他做更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与此同时，乐华股价的波动也让这件事的讨论度更上一层楼。有人说，一博离开，乐华必定大损；也有人说，市场终将回到理性。然而，在这复杂声音之中，最值得被看见的是，公众已经把王一博视为一个拥有独立价值、独立人格和独立未来的成熟艺人，而不再只是某家公司的资产。这是时代对他的认可，也是市场对他的尊重。也许未来的路会更难，也许承担的责任会更重，但对于王一博来说，有些路必须自己决定，有些步伐必须自己迈出。不是盲目冒险，而是勇敢成长。而这种成长本身，正是当代年轻人最想拥有的力量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类似的阶段，从被安排到能选择，从被定义到能自定义，从为别人打工到为自己人生做主。
王一博的故事之所以让这么多人共鸣，不是因为他是明星，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真实的、普通人也能感受到的时代向上力、努力、沉住气、不急躁，一步步走稳自己的路。最后，也想对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读者说，人生不是一开始就能掌握方向盘的，所有的成长都需要时间。你现在可能还在努力阶段，还在打工阶段，还在被动选择阶段，但并不代表未来你不能成为那个能掌控节奏、能做决定、能写下自己人生主线的人。王一博用了15年才走到今天，那你也可以用你的节奏去走向你的未来。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一样，不急不躁，默默积累，悄悄成长，终于有一天能勇敢说出那句话：现在我准备好为自己做决定了。双引号，你是你自己的资本，你的人生价值永远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